啊，明眸皓齿，肤若凝脂，五官精致，妩媚的眼波。这同情里的绝色佳人是我苏青青？哦，这大爷的，我这是穿越了？老娘10岁上战场，风里来雨里去，没想到有朝一日能长出这种鸡蛋似的脸。哎呦，哎呦呦呦呦，这跟拍西瓜似的。哎，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吧。不接受能咋办？这也回不去了呀。要是能回去，一定千刀万剐了那个敢给老娘放黑剑的王八犊子。殿下，也就是说，原主是个公主呢？我去，白灵？那原主是在吊脖子自尽？殿下，镇国公府窦大姑娘来了，已经朝咱们这边过来了。您不如不见吧，奴婢将她支开就是了。镇国公府窦大姑娘，她过来了，这原主的婢女怎么结成这样啊？进来说话啊！白灵，凳子啊！哎呀，殿下，您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这天底下的好男儿多的是，您何必只黏着沈大人呢？您这样，陛下和皇后娘娘要多伤心呢！殿下，命是自己杆的，您不能这么……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哭什么？不知道原主是个什么性子，不过自己征战几十年在沙场养成的性子，怕是与原主不怎么相符。若是极力模仿原主，做不到。做人还是要做自己。啊，殿下怎么感觉怪怪的？以往殿下听到窦大姑娘的名字都要咬牙切齿的，更不要说窦大姑娘亲自登门了。按照以往，殿下都要冲出去直接开骂的。啊，今儿怎么这么冷静？原主这是为情所困了。哎呀，感情是原主喜欢这个什么狗屁沈大人，但是沈大人不接受原主，所以原主悲痛欲绝之下吊脖子自尽了。然后正好我被人万箭穿心，所以就是现在了。你刚刚说谁来了？窦大姑臣女窦姿若参见荣阳公主。你来干什么？按照往常，荣阳公主只要一见我，就要上来厮打辱骂我的。今儿怎么这么安静了？而且她安静了，怎么给人一种更加可怕的感觉？殿下居然稳稳地坐下了，坐下了。难道说殿下痛定思痛，已经想通了？殿下心里一心一意地念着沈大人，而沈大人心里只有窦大姑娘。只要窦大姑娘一出现，殿下脾气就要失控。然而每每这个时候，总能被沈大人撞上殿下欺负窦大姑娘。这殿下何曾欺负了窦大姑娘？哪一次不是被窦大姑娘言语挑拨的？偏偏殿下不争气，不论沈大人怎么嫌弃，我家殿下就是心悦人家的紧，为了沈大人什么事儿都做。哼，真是替殿下不值。臣女求殿下成全，臣女腹中已经有了沈大人的骨肉，臣女不求与殿下并肩，只求殿下能许臣女入府做个妾室，臣女必定好生侍奉殿下。有了骨肉？你这么不自爱，还没成亲你就怀了骨肉，你爹就不揍你的呀？你们镇国公府都是你这样的吗？你娘也是你这样的吗？啊，这荣阳公主居然能说出这么扎心窝的话。荣阳公主那么蠢，3句话不到
就要把公主的威仪教训人，今儿怎么？杜大姑娘心头正琢磨，忽地听到脚步声，立刻左手狠狠地掐了自己右手一下，眼泪哗地落了下来。落泪这一瞬，后腰贴上一只大手。苏青青，我是绝对不会迎娶你的，趁早死了这条心。以后你若再敢欺负若若，休要怪我无情。若若，我们回去。苏青青今儿是怎么了？神夜都这么说了，苏青青居然无动于衷。臣女求殿下了，臣女只求一个妾室的身份，望殿下应许，望殿下应许。你做什么？这个恶毒的女人也陪你这般，我不许你这样糟蹋你自己。慢着，哼！本宫再说一遍，给我站住！他家殿下这是真的放下了，居然对沈大人用了本宫二字。这一瞬，吉祥激动的想哭啊！放肆！荣阳公主的话，沈大人也要违背吗？来人！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不会娶你的。苏青青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从大殿内慢慢走出来。将军的气度，走起路来自然也是旁人无法达到的气势。本宫问你，你我之间已经有了婚约了吗？哼，还以为这苏青青变了性子呢，原来还是个蠢货。苏青青，你不要做梦了。我说陛下没有下这赐婚，就算是陛下下这赐婚，我沈夜宁愿自断官职，也不会答应。没有赐婚就行。沈大人果然是个情种啊，为了美人，宁可自断官职。本宫岂能拆散鸳鸯啊？这话不对呀，苏青青这蠢货怎么说出这种话了？沈哥哥，快放我下来！乖，你知道就好。说完，转身又要再走，结结实实打在沈夜的面上，一声脆响，震惊了所有人。天哪，苏青青这个蠢货居然打了沈夜，他要做什么？沈哥哥，苏青青，叫我殿下，本宫是公主，你是个什么东西？居然也敢直称本宫名讳！苏青青，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得不到我的人，就要恼羞成怒吗？本宫这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尊卑有别。吉祥，去将沈大人家能做主的长辈请来，另外将镇国公给我叫来。本宫倒要问问，本宫这寝殿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闯进来撒野？本宫面前是不是谁都能直呼本宫的名讳？若是能，本宫认了；若是不能……苏青青这个蠢货，居然有这么强的气场，怎么可能？一看到沈夜，就低三下四，百般讨好，连句高声的话都不敢说的苏青青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又要搞什么把戏？我告诉你，不管你搞什么把戏，我沈夜绝不会娶你这种蛇蝎之人。哼，就算你跪着求娶本宫，本宫也不会嫁给你这种货色。你先放到肚子里，本宫现在只想追究你的大不敬之罪。去给本宫搬个椅子。诺。工人立刻执行，不光搬来了椅子，甚至还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贴心的准备了茶点。本宫不与你多言，本宫等你们府上的长辈来。
说完，苏青青捻起一小块糕点丢进嘴里，好吃，又捻起一块。苏青青这个蠢货，突然开始对沈夜摆公主的姿态了。不管是自己还是沈夜，以前对苏青青那样，都是仗着苏青青喜欢沈夜。可人家到底是公主，嫡出的公主，皇上的掌上明珠。如果当真要计较大不敬之罪，我和沈夜只能受罚。窦自若想到的，沈夜也想到了。殿下，臣女与沈大人当真不是有意冒犯，臣女只是想要求殿下恩准臣女一个妾室名分。如果令殿下不悦，臣女……你做什么？怒斥完，心里却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甚至有点发虚的看着苏青青。本宫不喜欢有乱物靠近，离我远点，都给我闭嘴！本宫不想听乱物聒噪，再说话莫要怪本宫宫规伺候。这个人完全不是苏青青，苏青青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怎么可能转变这么大？怎么可能？不怕，有我呢。镇国公府和沈家都在宫外，家里人要来，怎么也得小半个时辰。没有等到他们家的人，苏青青倒是先等到了另外一个人，带着一群宫人，柔妃直奔苏青青寝殿。窦自若是她娘家侄女儿，窦自若和苏青青之间的事儿，她自然是知道的。每次都是苏青青落了下乘，着实让她心里痛快不少。柔妃娘娘到！你是谁？窦自若当即眼泪再次扑簌簌的落出，甩着小手绢朝柔妃扑过去。姑母，不知公主和她说了什么，怎么受了这么大委屈啊？虽是平常语气，可苏青青到底听出了兴师问罪的意味。大爷的，老娘的娘是皇后，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这个未婚先孕的姑娘的姑母啊！哼，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他一步向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苏青青。自若究竟犯了什么错，惹怒了公主？公主大人大量，还是放过她吧。温柔的语气，求情的话，偏偏听着刺耳。苏青青拍拍手上的糕点屑，起身，几乎用逼问的语气，苏青青再次说道：“你是在教训我？以什么身份？柔妃的身份，还是未婚先孕姑娘姑母的身份呢？未婚先孕4个字对柔妃而言，犹如烙铁，烫得她全身难受。这是皇上的掌上明珠，她还是知道分寸的。以往苏青青蠢，想要收拾苏青青，只需要用沈夜2字就足够了。心思一转，柔妃满目怒光，瞪向沈夜。好个沈大人，本宫竟然不知沈大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你不过是一个6品小官，就敢惹怒我们荣阳公主，你好大的胆子！臣知罪，只是请娘娘明察，臣实在是不愿娶荣阳公主为妻，臣心里只有若若。苏青青一脸关我屁事的表情，立在那儿，眼见着柔妃看过来，立刻说道：“你是在替我做主吗？”这2个人不知怎么就闯进我的寝宫，而且一口一个苏青青，直接称呼我的名字。你若是替我做主，我感激不尽。啊！柔妃只觉得心头像是被大锤锤了一下。这不对呀！苏青青怎么是这个反应啊？她不是最在乎、最宝贝沈夜吗？这是认真要治罪？算起来，柔妃娘娘也算我的长辈了。
有人对我大不敬，娘娘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吧？宫规，娘娘应该比我清楚吧？吉祥，你去看看，镇国公和沈家的人怎么还没到啊？情有可原的便算了，若是故意不到，这估计又是一条重罪，是吧，柔妃娘娘？柔妃心头又一跳，她把苏青青的人给截胡了。公主息怒，我让他们两个给您赔个不是，不过几句拌嘴也值得惊动朝臣，这不是让陛下为难吗？为何为难呢？陛下心疼公主，肯定是护着公主的，可为了几句拌嘴，让陛下责罚他们两个，这不是寒了人心？哦，你说的有道理，为了几句拌嘴，的确是不能寒了人心。柔妃心下一喜，朝窦自若递了一个眼色。不过，作为在宫中多年的柔妃娘娘，您当真觉得一个朝臣之女，一个朝臣，对着我直呼名讳，只是拌嘴吗？如果你说是，我就承认这是拌嘴。对嫡出的公主殿下直称名讳，当然不是拌嘴。可现在让他怎么说？承认这是拌嘴？如果苏青青告到皇上那里呢？皇上必定盛怒。不承认这是拌嘴，那他话儿都说出去了。在宫里熬了这么些年，柔妃第一次觉得说话为难。沈夜立在一侧，冷眼地看着苏青青。公主殿下不要闹了，此事皆因臣而起，公主心头有气，冲着臣来就是，何必为难柔妃娘娘？你，哼，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还一副我很有担当的样子。公主当真要？就凭你的身份，若不是本宫素日抬举你，你没有资格与我说话。窦自若瞧着，心下彻底慌了。如果苏青青执意要治罪，她必定是要吃苦头的。就算勉强进门，那日子，而且她未婚先孕的名声，搞不好也会被传开。柔妃是她所有的希望了。姑母，你也闭嘴，她没资格，你更没有资格。本宫和柔妃娘娘面前，我们没有问话，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开口的？启禀殿下，殿下派去请镇国公和沈家大人的宫人给柔妃娘娘拦下了。一句话，柔妃一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不是，公主，你听我解释。下意识的，柔妃放低了姿态。哼，我听着呢。来人呐，去请父皇。柔妃登时脸色大变，窦自若吓得快要尿了。沈夜铁青着脸看着苏青青，捏紧了拳头。臣答应迎娶公主。哼哼，就凭你，也配？你到底要怎样？苏青青懒得理他，转头一屁股坐下。柔妃娘娘自便，我等父皇来。这次啊，柔妃娘娘应该不会拦下父皇吧？相较镇国公和沈家家主的迟迟未到，皇上来的就非常快了。不就是荣阳公主忽然想开了，不打算嫁给沈夜了吗？瞧把皇上给激动的。现在好了，当爹的总算能给闺女出气了，皇上能不激动吗？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把朕叫来？父爱的浓烈扑面而来，苏青青心头顿时一暖。父皇，儿臣想好了，儿臣不想嫁给沈夜了。想通了就好啊。说吧，你又看上谁了？父皇一定支持你。儿臣陪伴父皇还不够呢，不想这么快嫁人。说罢，苏青青立刻转移话题。他堂堂大将军说这种话，一次两次行，再说下去，肉麻的自己个儿都受不住。父皇，儿臣身为公主，却有人对儿臣直呼名字，不经过儿臣的同意就进了儿臣寝宫，这算是大不敬了吧？皇上扫了窦自若和沈夜一眼。
自然是。那大不敬之罪要如何治呢？青青想要如何治，就如何治。柔妃瞧着皇上对苏青青的态度，心头只觉得酸涩愤怒。同样是公主，她的公主怎么就比不上苏青青这个贱人？父皇对儿臣慈爱，可这两位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果按照宫规处置，难免寒了朝臣的心，儿臣不能给父皇添麻烦。苏青青递了柔妃一眼，柔妃贱人。既是青青如是说，那便去请镇国公和沈策。有皇上通传，镇国公和沈烨他爹沈泽飞速抵达。臣参见陛下。你的儿子6品朝臣，为官也有半年了，居然连基本的尊卑有别都不知道了。你这个做父亲的，究竟是不用心教他，还是你认为朕的女儿不配被他尊重？沈泽忙低了低身子，倒是不多害怕。荣阳公主对他儿子一片痴情，他是知道的。只要荣阳公主在，就不会为难他儿子。犬子冲撞公主，臣罪该万死。陛下恕罪，臣必定好生责罚他。哦，那你不如与朕说说，你要如何责罚他？这荣阳公主怎么还不发话？按照惯例，这个时候荣阳公主不是应该向皇上耍脾气，然后让皇上让步吗？听不到荣阳公主的声音，沈泽心下疑惑极了，忍不住抬头朝她看去。沈大人看本宫做什么？莫非本宫是沈大人的儿子？如妃恨不得撕烂苏青青这张嘴。沈泽一愣，有些错愕。皇上是一脸的欣慰。不愧是朕的女儿，痴迷不悟的时候有些傻，一旦清醒了，果然是好样的。沈大人说呀，你儿子冲撞了本宫，指着本宫鼻子直呼本宫的名讳。沈大人在朝为官多年，知道这是什么罪吗？我父皇仁慈，体念沈大人劳苦功高，这大不敬之罪，由沈大人您自己个儿定夺。此时沈大人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怨怪我父皇了？陛下明鉴，臣不敢。到底出什么事了？好端端的，这荣阳公主怎么就不替儿子说话了？可这个时候也不敢问儿子啊。公主说，沈烨对公主犯下大不敬之罪，可能明示臣。沈烨，今日本宫可是有过召你入宫啊。不曾。没有本宫的邀请，你是怎么进了本宫的院子的？你一个外臣，如何进得这内宫？陛下明察，臣之所以能进公主的寝宫，实则是因为之前公主说过，只要臣愿意，臣随时可以进来。这话以前的苏青青是说过，可皇上自然不会有沈烨这混蛋拿捏自己的女儿。本宫之前说，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来。那么今日的事，本宫就可以理解为是你主动来这里的了。是。哼，你主动来这里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见本宫呢，还是来为了骂本宫呢？臣唯恐殿下欺辱窦大小姐，特意来找殿下说清楚。臣心悦窦大小姐，并不想迎娶殿下。所以这就是你对本宫直呼名讳的原因吗？是公主殿下要求臣直呼殿下名字的，并非是臣自愿的。皇上气得瞪眼。那本宫之前还要求你娶我呢，怎么本宫要求你娶我你就做不到？本宫要求你对本宫大不敬，你就愉快地做到了，是这样吗？沈大人，不如你来回答吧。
沈家的家规就是如此吗？你们是瞧不起本宫呢，还是瞧不起谁呢？为什么同样是本宫的话，他能有选择的执行呢？这是什么道理呀？荣阳公主这话问的实在是刁钻，能是什么道理？当然是我儿子不想娶你，你又死缠烂打，低三下四，屡屡央求，这怪得着谁呀？当然要怪你自己。是臣教子无方。你承认你教子无方了？那好，本宫和父王仁厚，给你一个教子有方的机会。现在你教吧，教给他什么叫尊卑有别。听闻沈家家法严苛，朕也想见识一二。沈泽，打板子吗？沈泽不认为这件事他儿子错了，根本就是荣阳公主自己个儿的错啊。其实犬子一直是新月公主的，只是她性子别扭，嘴上才不承认。不就是为了婚事吗？应了就是了。皇上心吓一跳，糟糕，该不会女儿被这话刺激又重新喜欢沈夜了？他是太心悦本宫了，所以让窦姿若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唯恐本宫不知道，今日特意让窦姿若登门告诉本宫，是吗？镇国公顿时大惊，错愕看向了窦姿若。什么？你怀了沈夜的孩子？窦姿若早就被吓得瑟瑟缩成一团，拼命的流泪。公主何必逼问一个弱女子？是臣心愿若若，情不能自已，与若若有什么相干？父皇，这一下不光是沈夜对儿臣大不敬了，沈大人似乎对父皇也是欺君呢。他刚刚还说沈夜心悦儿臣呢。儿臣累了，儿臣想回去睡一会儿。哎呀，仅仅处置一个沈夜怎么够？没有家里大人的纵容，沈夜怎么敢？苏青青一走，皇上就彻底明白他女儿对沈夜没的感情了。欺君之罪，沈策，你有的辩驳吗？沈策欺君，罪不可赦，念在其政务辛劳的份上，罚俸10年。10年？沈泽现在已经40多了，再罚俸10年，那不是等于以后的政治生涯都要白干了？沈夜对公主大不敬，撤职，永不录用。皇上说完，凉凉看了郑国公一眼，抬头走了。什么？撤职？永不录用？我做错了什么了？凭什么要被撤职？凭什么要被永不录用？未婚先孕，你也做得出来？窦姿若被郑国公一巴掌打得险些跌倒，嘴角渗着血。父亲，女儿没有真的怀孕，是沈夜哄我，是他让我这般和公主说的。他说只有这样，公主才不会纠缠他。父亲可以让大夫给我诊脉，我真的没有怀孕，我就是被沈夜说他手里有父亲的把柄，让我必须配合他。我若是不如此，他便要将父亲的把柄交给陛下。女儿怕沈夜害父亲，才如此的。窦姿若一番话直接惊呆了沈夜，明明是窦姿若自己告诉他的，是他说他有了他的身孕，他才坚定了信念，坚决不迎娶荣阳公主。一抬手，沈夜一句话说不出来，白眼一翻，一头晕倒过去。没想到你沈泽是这种道貌岸然的小人，朝堂上对付不了我，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让您儿子哄我女儿替他做事。哼，你们沈家还真是高风亮节呀！说完，郑国公重重向后一推沈泽。
窦自若的话是真是假，他不想计较，也无需计较，只要窦自若不是真的怀孕就好，只要窦自若在关键时候看明白应该站在哪个方向就好。还不回家？窦自若立刻抹着眼泪朝柔妃扶了一扶，跟着镇国公离开。沈泽被镇国公当着这么些工人的面提了衣领，自然是心头恼羞。可现在儿子昏迷不醒，又被永久性剥夺了官职，沈泽咽不下这口气，却也只能先带着儿子回去从长计议。然而望着瘫在地上的儿子，沈泽犯愁了。他进宫没有带随从，要怎么把沈烨弄出去？难道他一把年纪要把沈烨背出去？娘娘，沈大人真是好算计啊，险些本宫都要被沈大人算计了，也不知道连累了本宫，齐嫔能得到什么好处。说完，柔妃带人离开。沈泽又是一惊，齐嫔是他的女儿。现在好了，被柔妃狠狠记恨上了。劳烦公公帮忙抬一下。大人，这是荣阳公主的寝宫，你以为奴才们素日眼瞎，不知道沈烨是怎么侮辱我们殿下的吗？您用哪张脸来求呢？你敢如此对本官？那是翻了个小白眼儿。是的呢。最后只能老胳膊老腿亲自上阵，将沈烨背出去。一出宫门口，立刻有沈家人上来接应。沈烨是背出来了，然而沈泽差点要了半条命，气喘吁吁，白眼一翻，一头栽了过去。沈家人顿时乱作一团。沈家如何乱，苏青青一点也不关心。她的目的很简单，通过观察沈泽方才的态度，迅速地判断出沈泽素日肯定也依仗原主对沈烨的喜欢而对皇上不那么畏惧，那他要打击的目标就不只是沈烨了。而他心里清楚，皇上心头必定是因为之前原主对沈烨的爱慕一肚子火呢，可皇上心疼闺女，忍了。现在不必了，他得给皇上找个机会，让皇上好好的撒撒火。目的达到，苏青青躺在床榻上，仰头望着头顶的纱帐，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刚刚他已经和吉祥套了一些话，对原主有了一些了解。原主除了在沈烨这件事上跟鬼上身了似的以外，其余的时候还是挺正常的。当然，这个正常是苏青青眼里的正常。她上辈子做将军，打打杀杀一辈子了，这要真是忽然把她当金丝雀似的养起来，她不得憋疯喽。上天对她也算不错了。上辈子虽然被人暗算，可这辈子起点挺好，娘是皇后，爹是皇上，并且听吉祥说皇上对皇后恩宠有加，对她更是宝贝的不行。简而言之一句话，原主基本都是横着走的，豪横的横。多幸福的孩子呀！午饭饱饱的用过，苏青青让吉祥给她准备一套马装。吉祥领命，飞快地翻出皇上特地的给他定制的28套马装。哎，殿下，您选哪一套？挑了一套素雅的，就这个吧。吉祥欢天喜地的给苏青青换了。嘿，这些马装啊，陛下给公主定做之后，公主因着沈大人不喜欢姑娘骑马，一次都没有穿过，还埋怨陛下不体贴您。现在呀，陛下若是瞧见公主穿了，肯定高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本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诺，公主早该如此。苏青青带着吉祥直奔皇后寝宫，就要见原主的娘了，还有些紧张。知儿莫若母，可别让瞧出来她是个换过心子的。殿下，陛下正在陪着娘娘呢，您若是有急事，杯水。他爹刚刚处置了沈家，就来找他娘睡觉啦，心情这么好。母后若是问起，就说本宫出宫了。说罢，转头带着吉祥离开。皇上给苏青青挑选的马匹自然是极好的，只是因着沈烨的原因，苏青青一直没有骑。最初吉祥还担心苏青青会有些生疏，没想到他家殿下骑在马上，英姿飒爽，简直威风。跟在苏青青一侧，吉祥瞧着自家殿下有些出神。
他家殿下似乎是哪里不一样了，可究竟哪里不一样，他说不出来。救命啊！救命！嘿，走，吉祥，去看看。你放开我！我不和你走，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放开我！救命！救救我！救救我！姑娘喊得撕心裂肺，围观的人很多，但是上前帮忙的却是没有。不是大家没有同情心，实在是那肥胖的男人身侧站了4个面容凶煞的男人，人人手里抱着一柄刀，杀气腾腾往那儿一站。除非是这姑娘的血亲，或者是武艺高强者，旁人谁敢上前？求求大家，求求大家，救救我吧！我娘害我病在床，救救我吧！那姑娘眼看挣脱不开，将所有的希望落向周围围观的百姓。百姓愤怒，但也仅仅局限于愤怒。那肥胖的男人被这姑娘哭得失去了耐心。婊子，再哭老子当街办了你！说着，他一把扯了那姑娘的衣衫。夏日衣衫单薄，这样一扯，顿时春光乍泄，羞愤至极，知道跑不掉。那姑娘眼睛一闭，满面求死之心，朝着马车便一头撞过去。嘿，婊子玩意儿，敢咬老子！迫不及待地将人一把推上了马车。吉祥坐在马背上，气得面色铁青。殿下，奴婢去。苏青青微微眯起的眼睛恢复正常，抬手制止了吉祥。不用。吉祥一愣，错愕地看向了苏青青。殿下。吉祥狐一见，苏青青瞧着那已经离开的马车。吉祥，我们跟上。随着话落，骑马跟上已经离开的马车，吉祥忙追上。哎，殿下，此刻若是不拦下，那车里的姑娘必定要被糟践啊！苏青青没有理吉祥，只盯着那马车的身影，不远不近地跟着。此时，京都最大的酒楼春风楼3楼，一位面容清俊的年轻男子端着酒杯，悠哉地望着苏青青远离的身影。他身侧立着一个随从模样的人。殿下，那位便是荣阳公主。听闻荣阳公主仗着有几下拳脚功夫，素日喜欢行侠仗义，如今看来，不过是她粗俗蛮横的幌子罢了。被称作殿下的人名唤荣雀，乃大燕国太子。此番秘密地前来少国，为的是给自己选联姻的太子妃。大燕强大，少国有心求庇护，平战乱。为了表达诚心，提出公主和亲。荣雀的父皇看上了少国的矿业，同意了和亲一事，但是要求和亲公主必须带着5座玉矿作为嫁妆。政治婚姻本就无感情可言呐，可荣雀想要自己挑一挑这太子妃人选，毕竟若是太过草包，去了他府上不出半个月就得死，何必呢？瞧着苏青青离开的背影，荣雀勾着嘴角轻笑。这个荣阳公主倒不是徒有容貌。苏青青的五官称得上是绝色，可惜她选的太子妃不是个花架子，得选个能活下去的。得荣雀此言，那随从眼底闪过嫌恶。殿下，这荣阳公主的确容貌上乘，可性子太过蠢钝。为了少国一个6品小官，连脸面名声都不要的倒贴，偏偏人家还瞧不上他，屡屡折辱他，他倒是越挫越勇，简直不知名节为何物。名节能当饭吃吗？名节能保命吗？殿下，莫非您当真看上这位公主？可她虽然蠢钝如猪，可也是少国皇帝的心头宝，少国皇帝怎么可能拿她和亲？拿谁和亲，轮不到他说了算，本王说了算。随从不再反对，毕竟这是事实。他大燕国的势力岂有少国还嘴的余地？属下还是觉得这荣阳公主不妥，不说她蠢笨，单单她对那叫沈烨的人的痴情。这属下正说话，酒楼雅间的门被人推开，随着大门响动，这随从转头去看，见到来人，登时说道：
殿下，明禄回来了。